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啊，咱们来唠唠台湾那点事儿。说实话，这新闻看得我真是哭笑不得呀。最后啊，只能叹口气。哎，这个主角是谁啊？就是那个赖清德呀。台湾早期竟然有金丝猴，有长毛象，有早版犀牛。除了这些以外，台湾也是南岛语族文化的起源。从6月22号开始啊，突然搞了个什么团结10讲，说是要让这个岛上的人啊团结起来。哎，我一听这个团结啊，还以为他要改邪归正，搞和平发展呢。结果一看内容，我去啊，这是想拉着大家伙一起跳悬崖呀！他要团结搞台独，这操作啊，已经不是一般的挑衅了啊！我觉得他简直就是疯了呀！咱们先说他这第一讲啊，都说了些啥？他一上来就清嗓子，开始给大家上历史课。但这历史课呀，可不是咱们学的那种啊，是他自己瞎编的，就跟这个说书先生讲故事似的啊。他说：“哎呀，我们台湾人呀，不是中国人，我们的祖先是南岛语系，我们有自己独立的历史系统。啥叫南岛语系啊？咱老百姓听不懂。说白了啊，他就是要从根儿上、从血缘上跟这个大陆啊划清界限，这不就是刨祖坟吗？哎，说咱们不是一个祖宗，这就是赤裸裸的历史谋独啊。”打个比方啊，就像这个村里面姓李的啊，突然间说啊，哎，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我们家呢其实不是李家人，是这个外星人的后代，跟你们这些姓张的、姓王的呀，不是一个物种。哎，你说这个村里面人听了会怎么想？是不是觉得这个人脑子有病啊？你有病吧？他不仅刨祖坟啊，还自己定义啥叫国家。这联合国早就有定论的台湾地位决议啊，在他眼里面就是废纸一张啊。然后啊，就是扯着嗓子喊啊，台湾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的天哪，这种话都敢公开喊出来啊！1年前他那个520讲话已经够嚣张了，现在这个啊挑衅程度啊，起码严重10倍。说白了，这个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基本上就没啥好谈的了。这接下来啊，不给他这张胡说八道的毒嘴打肿啊，都算咱们这边脾气好。那问题来了，他为啥非要挑这个时候啊，搞这种缉毒、这种自杀式的冒进挑衅呢？你说他图啥呀？哎，这背后啊是赖清德当局啊打的小算盘。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不太平啊，中东那边以色列跟伊朗打得火热，这美国啊都亲自下场了，他就觉得哎，这个机会来了呀。他的算盘是我现在跳出来把这个事情给搞大一点，我明目张胆的搞台独，大陆啊肯定会反制，对不对？那到时候这个台海的矛盾就会升级，变成一个大热点。他想干嘛呀？他想把这个台湾问题啊，从中美博弈的棋子变成一张焦点牌。他想入局，想上桌啊，跟这个大人一块玩牌了。这家伙啊，明显是受到了以色列的启发呀。哎，你看看这个以色列啊，捅了这个伊朗一下，把这个美国啊拖下水了。美国不得不帮他撑腰，所以这个赖清德就想啊，这个美国啊，他能为了这个以色列在中东大打出手，哎，是不是也能为了我这个民主小兄弟在这个亚洲也给我站个台呢？他想搭上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的顺风车。其实说白了啊，这个赖清德这条美国养的看门狗啊，竟然想玩尾巴咬狗的戏码，想反过来啊控制主人，让主人啊为他卖命。哎，你说这个想法是不是很天真啊，很可笑啊？这个赖清德啊想的是挺美，但是他想多了。为啥呢？因为岛内一个统派名嘴苑举正早就把这里面的门道是扒得干干净净了啊。这个苑教授是咋说呢？他给这个美国、日本、台湾3个地区理清了一个伦理关系啊。这个关系我一说你就会懂，特别的形象啊。他说了，记住了啊，这以色列是美国的爹，这美国呢是日本的爹，然后这个日本呢就是台湾的爹。你听听啊，这是一个4代同堂的关系，这辈分可不能搞混了。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啊，这个以色列是亲爹，是老祖宗级别的，这个地位啊尊贵得很。哎，你台湾算老几呢？你得管美国啊叫爷爷级别了啊，中间呢还隔着这一个日本爹呢。你跟这个以色列还差了3辈儿，这辈分不一样啊，亲疏远近能一样吗？这道理多简单啊！这是第一点，你辈分不够。就算是这个美国今天良心发现啊，说，哎呀，我这重孙子有难啊，我得帮啊。他想协防台湾，他有那个实力吗？我跟你说啊，以现在美国的国力，你就算他把这个家底都掏出来啊，他也办不到啊。这个不是我瞎说的啊。前段时间咱们解放军的双航母啊，辽宁舰和山东舰啊，直接就开到了西太平洋，在这个第1岛链、第2岛链那儿啊，搞了一场摊牌式的大演练。哎呦，那阵仗啊，就差指着这个美军基地说：“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这个结果呢，美军有啥反应啊？屁反应都没有，就跟没看见似的，安安静静的。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力不从心了呀。这真打起来，他根本就顾不过来啊，也不敢过来啊。所以这个赖清德那个只要我闹啊，美国就会来救我的这个想法，这个纯属就是白日做梦了。可问题是，这赖清德在做梦啊，岛内还有一大批人啊在帮他吹这个梦的泡泡，让他以为啊自己能飞哦。这里头啊，我必须点一个人的名儿，就是这个岛内那个叫什么赵少康的。原因很简单啊，他迷惑性太强了。他那个节目啊，经常被咱们大陆的一些媒体引用，感觉他好像挺蓝、挺客观的，但实际上啊，这个人是顶级的投机分子，坏得很呀。哎，你看他是怎么操作的啊？他在这个节目里啊，故意引用一些不知道哪儿来的别有用心的外媒评论，说啥呢？哎呦，他说，哎呀，你们看啊，这个美国这次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其实是炸给大陆看的，这是这个美国啊在践行他的承诺，这说明啊，只要他承诺，他就会做到。所以啊，有一天他也可能会派兵来协防台湾。然后得出来个结论啊，所以啊，你要小心，你不要去打台湾哦。听听啊，这是不是在给台独分子打气，在卖美国会来救你的假药？这还不够啊，他在聊到这个赖清德那台独宣讲的时候啊，玩了个更阴的招。他表面上好像是在批评赖清德，但实际上呢，是在肯定赖清德对大陆的那些造谣和污蔑。他是这么说的啊，他先是引用赖清德的话啊，说这赖清德说啊，这个大陆现在的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啊，经济不好啦，烂尾楼也很多啦。然后他话锋一转，假惺惺的批评说，你现在说这个大陆不好，万一以后这个大陆好了，哎，你赖清德又该怎么讲呢？你品品啊，仔细品品他这句话啊，这表面上是在说，哎，你不该这么说，但实际上啊，他把这个赖清德造的谣啊，又当着全台湾观众的面啊，原封不动的重复了一遍。他真正的意思是，管他大陆好还是不好啊，反正结论啊只有一个，就是你不能说台湾是中国的。看明白没？这个赵少康啊，他就是一条美国的走狗，是民进党的侧翼。他跟最近啊跳得挺高的那个国民党元老赵春山一样，都是这个岛内所谓的蓝营里头啊那种什么两面三刀啊、投机取巧的这个独台分子的缩影。这嘴上啊说着和平，心里面想的全是分裂的生意。这不啊，6月24号晚上6点，这个赖清德又开启了他那个十日谈的第2讲。看来啊，这个死到临头的台独小丑啊，是真的不撞南墙不回头哦，准备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啊，甚至把整个台湾的未来都给拼上了呀。但我觉得啊，这货是要摊上大事了。为啥？因为就在他上蹿下跳表演的时候，咱们这边已经有动静了。根据台湾海巡自己的报告啊，这个6月23号的下午，金门那边的海巡人员啊，又在他们自己画的这个所谓的禁限制的水域里啊，发现了4艘咱们大陆的海警船。这个算算日子啊，这已经是6月份以来咱们大陆海警船第4次去金门水域巡航了。而且这个巡航的力度啊，那是一次比一次强啊！那这叫什么？这叫常态化呀，叫我的地盘我做主。你不是说那是你的禁区吗？我就天天来逛逛，把它逛成我的自家后院。而且啊，大家也注意到了啊，辽宁舰和山东舰啊这2艘航母，这在外面出差了快1个月，把这个西太平洋啊逛了个遍儿，现在啊也已经返回基地休整了。说明外围的演练啊已经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啊就可以腾出手来，把目光和精力啊重点关注一下台海这个方向了。最后啊，我再提醒大家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年啊，202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80周年。80周年啊，这是一个多么有分量、多么特殊的日子啊！我相信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啊，我们一定会看到很多同样特殊的礼物。至于这个礼物啊是送给谁的，长什么样，我想啊，那个还在台上蹦跶啊，做着这个大梦的赖清德，很快就会收到了。咱们呀就拭目以待吧。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